生活在地球上，拥有有限时间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和我们所爱的人同时存在，无论他们是朋友、家人，还是自己爱的、特别的那个人。但有时，这些人可能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待太久，他们会搬家、去世，或者一段恋情会突然结束，但有时结局来得慢得多，随着一个人的成熟和成长。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会导致关系的结束，有一天可能会想到这段关系，无论是和朋友还是和伴侣，可能会想，是我的成长超过他们了吗？既然大家在看这支影片，我们来问几个问题，也许能帮大家弄明白。火花还在吗？亲密和感情会在一段恋情过程中动摇，所以不要气馁。正如夫妻治疗师布鲁斯·查尔默博士在他的书重新点燃火花，为什么稳定的恋情失去了亲密，以及如何恢复亲密感中解释的那样，这是很自然的。恋情可以如火般结束，也可能冷若冰霜的收尾。让我们来看看恋情被冷冰冰的结束会是什么样子。按照布鲁斯·查尔默的说法，这段恋情背后的激情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值得争吵了，性亲密也已经枯竭，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已经变得沉闷和可预测。查尔默博士接着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最终会感到孤独、痛苦和没有成就感。解决办法是恢复沟通，寻求亲密，但根本原因可能是一方开始超越另一方，无谓的争吵已经不值得了，一方不像以前那样被对方吸引了。但如果不相信，问问自己，你们仍然有同样的目标吗？我们的人生方向必然会随着我们对自我的发现和对新事物的热爱而改变，我们的目标也会随之改变。比如在恋爱关系中，两个人的恋情可能一开始就心知肚明，你们都不想要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可能会逐渐意识到最终还是想要孩子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就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也是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要求妥协的事。心理学家朱迪斯·吉尔及其同事在《研究与人格》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称，这对两个人的恋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也发现一方有效的幸福感，也就是自己经历积极情绪或好心情的频率，会受到与伴侣分享目标的积极影响。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自己失去了自我意识，不确定在这段恋情之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许应该问问自己了，你们是否正在变得相互依赖，或者你们是否已经相互依赖了？按照今日医学新闻上最简单的术语，相互依赖的恋情是一方需要另一方，而另一方也需要被需要。这种循环关系是专家在描述相互依赖循环时所提到的基础。知道有人可以依靠是件好事，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你可以自己做事，应该仍然觉得自己可以做出影响恋情的决定。在一段恋情中，一个人仍然应该意识到自己是谁，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临床心理学家米米·邦莫斯巴赫及其同事发现，相互依赖和权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伴侣做了所有的决定，或者没有做任何决定，这就是权力的不平衡，这可能表明其中的一个已经不再适合另一个了。有趣的是，该研究还发现，这个问题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你们处于不同的过渡阶段吗？过渡意味着很多事情，从高中到大学是个过渡期，搬家也是种过渡。当我们更多了解自己，成为不同的人时，我们内心也会发生转变。比如1年前，作家威廉和苏珊·布里奇斯提出了有3个阶段的布里奇斯过渡模型，包括结束阶段、中间阶段和新的开始阶段。结束阶段可能是完成学业或者搬走了，中间阶段是一旦搬出去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开始阶段实际上是听起来像终于交了一群新朋友，或开始了一份新工作，已经认识了每个人。当有小伙伴和伴侣在生活的各个阶段存在分歧时，如果需要继续前进，但自己的伴侣不想，或者如果自己的野心破坏了他们目前的舒适状态，这可能会导致冲突。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方不能在自己正在改变的事实上妥协。那么能做些什么呢？威廉和苏珊·布里奇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沟通，学习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担忧，并确定自己生活的哪些方面正在发生变化。这是悲伤的，也是自然的。有时，和自己在一起的人不会对自己正在经历的转变感兴趣。所有这些最终都表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要离开这段关系了。沟通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仍然要问自己，你们是否感到精疲力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分散，我们应该为有一些空闲时间与伴侣共度而感到兴奋。临床社会学家鲁拉·阿尔萨瓦尔卡解释说，随着夫妻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容易心生倦怠，这可能是由2个人和1个人的问题引起的，比如情绪疲劳、工作疲惫和未能满足婚姻关系的要求，尤其是情感上的要求。这和对伴侣失去兴趣或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和他们在一起时，这是一种真实的梦境，伴侣让你更累，而不是让你的生活更容易忍受。最后，我们回到布鲁斯·塔尔默博士以及火焰式的破坏会如何破坏一段恋情。根据布鲁斯博士的说法，这样的恋情会变成战场，几句实话打断不断的争论，会让2个人感到精疲力竭。如果有小伙伴经常和自己的伴侣争吵，诚实面对自己，为自己挑起的争吵负责，这种生活方式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是我们在这支影片中讨论的所有问题的结合。如果有小伙伴试着和自己的伴侣交流自己的担忧，但仍然觉得彼此之间有脱节，也许你的成长已经快过了这段恋情。和某人说再见是令人难过的，尤其是当2个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但放手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有时候为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我们需要离开一段恋情。如果大家觉得这些问题有帮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以看到更多类似影片。如果有小伙伴已经在一段恋情中挣扎，觉得自己的成长已经超越了这段恋情，记得和伴侣交流，可能会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转移到对2个人都更健康的事情上。